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休闲射击游戏《坦克部队》。这款游戏之前我制作过一期视频，但那期视频呢是别的小伙伴的速通，我进行解说的。这次呢就完全是我自己录制了。这款游戏1991年发售于街机平台，和红白机的版本相比呢，增加了很多新的道具，而且我现在使用的游戏是一个4人的版本，可以4个人一起玩。一批呢是红色的坦克，后面是蓝色、黄色和绿色。好的，第一关过关。游戏的流程一共是36关，每个第4关呢是一个 BOSS 战。如果想通关的话，大概需要40分钟左右，所以可能我会分2期给大家录制啊。这里有一个新的道具，这个道具应该是穿甲弹，射速非常快，火力也很猛。但是这个武器啊，你是打不掉这种金属的。咱们自己的子弹呢，打不了老家。这点不错呀，我捡到了一个定时。飞机的标志就是一个炸弹，全屏攻击。这个攻击非常的有气势啊！其实本作已经是系列的第3款作品了。第一款作品呢，1980年就发售了。发售的是个人电脑平台，所以说可能很多小伙伴没有见过。我也试玩了一下，它的游戏方式就是坦克大战的基础的游玩方式，但是呢，画面效果非常的简陋。大家最熟悉的还是红白机平台的坦克大战，并且呢，后来的90坦克、燕山坦克这种改版。可能很多小伙伴玩的也比较多，包括敌方可以吃道具的，子弹可以把那种草还有海打掉的，但那些都是改版了，它不是官方的作品。官方的正式的第3部作品就是本作。每关的结算只有我自己啊。好的，这里是第4关，那就是一个 BOSS 战了。BOSS 是2门轨道炮，我的武器应该是吃满了，吃了3个。敌方的大坦克，我就守在这儿啊，先把这些对方的小喽啰兵干掉，然后呢打 BOSS。打 BOSS 最好就是这样保护自己。好的，穿甲弹，穿甲弹打 BOSS 非常狠啊。这个游戏录制之前呢，我自己练习了一下，但是发现啊，其实单人玩这个游戏遇到的困难还是比较多的。最主要的就是没人守路口啊，左中右都需要你自己进行处理。那如果4个人玩的话，可能有一些混乱，但是大家如果水平差不多，配合起来就比较方便了。甚至可以采用2个人守路口，然后2个人进攻的方式。每关的敌人数量是不一样的，我记得红白机的版本每关是20个坦克，但是本作每关敌人数量不一样，越到后面是越多的。而且呢，官方会用地形来控制难度。这个场景总让人感觉似曾相识啊，
好像是红白机版本的第8关左右，有类似的地形。打出的这些分数我就不吃了，毕竟呢，我只能自己来玩，所以说大部分时间都需要守路口。敌人出现的位置和红白机也不一样。红白机的话，敌人就在上面3个点出现。现在呢，左右的肋部也会出敌人，而且有的时候出的敌人非常难。咱们刚刚打了一些大坦克，其实还有比它更大的。不只是武器道具啊，敌人的种类也比红白机要多。这个我要吃啊，这是一个声波武器。特点呢是攻击力比较高，但是只能单发，可以穿越障碍物。这些特殊武器都是限时的，咱们用一会儿它自己就没了。我记得玩重装机兵系列里边也是有音波武器的。这些小车就是到处的布下炸弹，有一点像赤色要塞里边的某种小兵。第2场 BOSS 战，游戏的原理和红白机还是差不多的。卡位打的话就打肋部，卡一半的地形。趁着我的穿甲弹没有过期，轰碎了 BOSS 2门炮。好的 ，BOSS 清完了，剩一个小兵就好打了。BOSS 打完了，给了我一个安全帽啊，这有什么用啊？我都射完了子弹，带不带没什么用了。哇，这关好有压迫感啊！对面全都是大坦克，一个人应付这种关卡真的有点难，因为他同屏敌人的数量太多了。红白机你可以一起应付3到4个，敌方呢就不刷新了。但是这个游戏啊，10个8个的都在屏幕上。定时，这个定时我喘了一口气啊。而且呢，我捡到了一个变小的道具，捡到之后感觉坦克开的也更快了。哦，这种大坦克发射的子弹也很大，但是它的子弹呢，你能够抵消掉。来，下边摸过去一个，咱们现在的老家看起来比较单薄啊，只有1层墙，但是这个墙呢也可以挨2发子弹。障碍物下面还藏着南梦宫的标志。转眼已经打了10关了。这里出现了新的地形，这种大炸弹呢，打炸之后会把附近的敌人全都消灭掉。但有些时候呢，也不要太着急，因为它实际上可以当做障碍物来挡住敌人。
穿甲弹。我可能不会去吃了，我觉得守这个地方更重要一点。定时也不能要了。这就是单人玩这款游戏的无奈啊，不能随心所欲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又是 BOSS 战。这些小车真的神烦啊！捡个定时清一清他们。速度太快了，但有一点好处啊，就是它不能撞你。那有一门十字炮，十字炮还是不错的。向4个方向射击。分叉了有没有啊？哎 ，BOSS 已经完事儿了。我根本就没关注 BOSS 啊。13关。这个地形我就守在这一行吧。吃了个变小，变小竟然当成一个特殊的道具啊！这个没事儿谁想变小啊？好危险啊！大坦克，这关守在这里还是合理的。哦，差一点啊！我们两个对了一枪啊！我如果没开炮的话，可能就炸了。先观察好地形，然后决定守在哪儿。这几个都是大坦克。大坦克是打3下，红白机版本呢是打4下，但实际上本作有比这个大坦克还大的。哦，我去吃定时，他在后面给我来了一发。这个定时到期也太快了吧！我感觉我没打几个呀。时间到了。来，站在障碍物的后面，错身来打他。游戏基本的方式毕竟和红白机差不多，所以说技巧也是通用的，包括守卫的时候怎么守。我以为他会开炮呢，所以往后让了。这游戏应该2个人打会快很多呀，不用分心来保护老家。我感觉 AI 的话比红白机要好一些。寻路寻到咱们老家的时间非常的快啊。我守的这条线就比较向后了，但没办法呀。场地里边还有树林，感觉进了树林之后呢，我就看不清了。老家挨了一发，对面的大坦克也冲下来了。敌方坦克的计量表是在屏幕的右上啊，这样如果对面不再出新坦克呢，我就开始往前冲了。
十字炮没有捡到。又是 BOSS 战，我现在站这个位置可不是安全位啊！安全位的话，必须两侧都有障碍物。我先清一下敌方的这些小坦克，然后再打 BOSS。这是一个双向炮。现在这个 BOSS 的这几门炮台还算好对付，因为它需要转到正面才能够发射。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打 BOSS 了。这个地方现在还比较安全。三门炮都红了。你们三个射不过一个呀！我老当益壮了，等于是。最后一个我感觉可以冲上去啊！冲上去就可以拼刺刀了。该17关了，关卡数上呢过半了，但时间上可能还不到一半，因为越到后面的关卡呢，敌人数量越多，打起来越久。这个场景是一个吃豆人，哦，这边憋了好多坦克呀，来这里一次消灭了7、8辆。守一波家，我感觉我已经打了快20个坦克了，怎么计量表上还有这么多呀？而且它的数量不是1对1的。吃豆人的下面藏着吃豆人，计量表上一个坦克可能是代表了我需要打爆2个，这样数量真的很多呀。这关打得很保守啊，有同伴会好很多呀。这个游戏如果4个人联机肯定很欢乐。这关有个隐患，就是中间，因为中间呢没有铁，时间长了呢，敌人的子弹可以直接打下来。这个场景感觉红白机也见过，有一关类似的，同样是老家的头顶没有铁来保护。捡了个盾，这里就不是用安全帽来表示了。哇，这么快就过期了！老家挨了一下，还好这关不算难，后面有很难的关卡。这是敌方的新武器啊，这个东西非常抗打。火力也很猛，就是太笨重了。
刚刚一口气冲上去，感觉右路要被突破。哇，这个武器打本关是神器啊！因为本关的地形比较复杂，障碍物非常多呀。这敌人根本看不见我就挂了呀。20关又是 BOSS 战啊！这回是3个轨道炮，那同样啊，我是先清小兵。清掉了一个 BOSS。这关打完，我感觉时间就差不多了呀。其实小兵打完呢，就算是胜利啊！哎，给了一个保护老家的装置，神器啊！这个节点给我也是比较不错的。那可以了，我宣布 BOSS 没了。咱们变小了，他打不中的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